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红白机平台的一款新游戏《吉姆力量：失落维度》。这款游戏应该是一个移植版，它同时呢有16位的移植版，包括了 MD 还有超刃。道具呢有两种，一是枪，用 T 来表示，咱们等级最高呢是5级，吃到这个之后呢，咱们就已经升到3级了。这个枪呢分叉了，感觉应该是变强了呀，但是怎么还分叉了呢？吃了2级之后身体还不好了。攻击呢还有一个单发蓄力键，但是蓄力的时候呢，人物是不能够移动的，只能跳跃。我选择的难度呢是最高级的难度，这个难度下呢，人物出场血量只有1滴，而且呢后面你把血量加满，如果你被敌人碰到了掉血了，那你所有的枪都会丢掉的。这里打第一关的小 boss， 像这种小 boss 啊，如果是低难度的话，它是不会发射子弹的。1关2，那现在这个版本呢，一共有3大关，关卡的结构呢是这样的，每大关有3个小关。之后还有一个飞行的关卡，打完之后是本关的大 boss。这款游戏的画面可以说在 FC 平台已经无可挑剔了，并且呢玩起来也非常的流畅，没有卡顿的现象。16位版本的移植版呢，画面要更好一些。但是现在这个画面的表现力呢，我感觉已经接近了很多当年的16位游戏了。其实今年呢，红白机平台、超人平台还有世嘉 MD 上出品了很多的游戏啊。这些新游戏呢，一般来说声像效果都特别的优秀，但很多游戏呢，因为采用了一些新的技术，它只对应模拟器，没有新的卡带。而且呢，价格也都不低啊。前2天呢，我买了2款游戏啊，有一款游戏呢是合人民币60多，其实这都算便宜的。那贵的那款我是花了400多，70刀啊，大家换算一下。正在练习啊，有机会呢给大家录制更新。像这款游戏呢，我也是练了2天。才把这个流程啊录制下来。其实游戏本身的难度呢并不高，但是啊这款游戏它比较新，因为大家小时候都没有玩过嘛，所有的地方啊技巧方面没人和你交流，你只能自己摸索，并且呢有的地方需要背板，不能太莽啊。另外这款游戏的结局啊也是我非常喜欢的，这后面打到了再跟大家说吧。我尽量呢快一点通关啊。咱们现在的枪呢吃满了，吃满之后呢它是一个散弹，中间这发比较猛啊，那两侧的呢是普通的子弹，攻击力比较弱。好，又是小 boss 战的部分。他发射这个子弹好像和我中间那个差不多呀。好，捡到了3个能量球，这样主人公可以飞了。那就进入了本关的飞行模式。这个模式下呢，难度有点高啊。首先是它的操作，2个按键嘛，分别是对应向左和向右射击。其实这个设定啊，有一点像当年的红白机平台的双截龙2代，就是拳和脚分别是向不同的方向进行攻击。另外呢，这个模式下呀，人物的移动不是匀速的，你感觉它稍稍有一点起步的加速，还有一点惯性，所以控制起来呢不是那么的顺手吧，需要时间来适应。另外呢，这个人物啊，他的贴图和他实际上被攻击的判定不大一样。
人物的头部呢是无敌的，没有被攻击判定。那被攻击判定呢，主要集中在身体和脚部，尤其是他的脚部。被攻击的判定呢，比贴图我感觉要大一圈啊。所以说玩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保护自己的下半身啊。下半身很重要，对吧？好的，第一关的 BOSS， 这个 BOSS 非常大呀，弱点露出来了。还有几种攻击方式吧，还有一种是散弹枪。好，这个散弹啊，只发出1发。那射击形式呢，是一圈大概6发还是8发子弹，不是指向性的，也比较好躲吧。好，来到了第2大关。这些金币啊，本来我以为吃100个奖命，或者是有商店系统的，结果后来证明我想多了。以后呢，我就不收集这东西了，没有用啊。咱们的枪啊，满了，血量其实没什么大用，因为一旦你掉血的话，那你几乎很难是再起了。如果是普通难度还好，这个最高级的难度被碰了，枪一下没了，就感觉索然无味了吧。有一点像当年街机平台的很多飞行射击游戏，比如说雷电之流啊，一旦你中间挂了，你所有的武器等级还有炸弹，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都没了，再攒的话呢，非常的费劲。后面的敌人非常抗打呀，不用蓄力的话，很难2-3枪就消灭。BOSS 战啊，这个 BOSS 啊，咱们可以蹲着躲他的攻击，也可以跳。跳完了之后呢，攻击他弱点就可以了。我之前自己练习的时候呢，尝试蹲着躲，蹲着躲确实比较安全，但是有个问题啊，就是我站起来之前我就把那发蓄力放出去了，就导致一波呢没能秒掉他，所以说后来我就不蹲了。哎，这个没打到也算了啊，因为想打到他呢，需要在台阶的边缘再移动2步，我怕掉下去。这个尽量还是少犯错吧。这里竟然有僵尸，终于是把血量补满了，现在咱们5滴血了。这游戏如果掉到坑里啊，整个1条命就都没了。这种普通的关卡啊，人物操作起来手感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这个手感啊，在红白机上也是上乘之作了。关键是人物的贴图还很大。小的时候有一个执念啊，就是贴图大的游戏一定是好游戏啊。2关2的 BOSS， 他还学会了虚晃一枪啊，又捡到了一个能量球。这款游戏的剧情应该是比较简单的。那主人公吉姆呢，应该是偶然获得了这种力量，然后呢就要去击败邪恶的魔王，救出总统的女儿。你看，如果是剑与魔法的世界，就是救公主；像这种带有科幻题材的，就开始救总统的女儿。上面是一个枪，这个咱们不捡了呀。敌人会射出弓箭，秃鹫还是早一点清比较好。他的攻击方式有一点像恶魔城的那种乌鸦。那虽然这是一款新游戏啊，但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啊。
你如果之前玩过很多款游戏的话，那自然能够找到一些规律，能够总结出一些打法，甚至很多敌人的攻击方式你会感觉比较眼熟。2关3的 BOSS 攻击方式呢又有一点变化，但其实套路还是比较简单。好，咱们又飞了呀，就是第2大关的飞行关卡。飞行关还是需要稳一点打呀。其实看起来都比较简单，就是这个人物操作呀，有一点别扭吧。这里要走下路，这个地方就是我说的，一定要背板啊。如果你想走上路捡那东西的话，你需要在本关一开始就贴近屏幕的右上方，你才有机会拿完东西之后全身而退。所以说，为了吃一个本来咱们就不大需要的东西，冒那么大的风险，可能会丢掉所有的武器等级，所以这个东西我就不要了。玩游戏呢，我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啊，并不会追求所谓的什么极限啊等等。这种金币啊，还是适合一些极限的打法，比如说全收集啊等等，竞速啊，全收集。但这种我是很少打的。好的，第2关的 BOSS。这个 BOSS 啊，看起来是一个螃蟹，外星螃蟹吧。弱点呢，就是它的鳍部。这鳍部是方形的，那肯定不是母螃蟹呀。它攻击方式呢，其实就2种啊，一种是向下发射3发子弹，还有一种呢是把这个鳍部伸出来，然后左右摇晃来撞你。但是啊，很可惜，它这次没施展。那 BOSS 攻击方式的选取呢，应该是随机的。第3关了。第3关呢，开始上难度。这种小蜘蛛都需要打好几枪。大家注意屏幕左上角那个道具的位置啊，拿它的话呢，需要费时啊。哎，刚刚这种小恶魔啊，看起来有一点像魔界村那个货，特别像。好在呢，攻击方式不像。魔界村的这种怪啊，真的是每一只都非常难对付。刚刚那个地方我跳了很远啊，像进入第3关之后呢，这种跳要掌握好，很多的坑特别大呀。一会儿呢，大家看一下通关画面啊，这个画面真的是不错呀。通关之后竟然有这样的福利啊！如果有机会呢，我也会上去搏命啊。好，这是第2关的小 BOSS。其实它非常脆啊，但是它出来的时候，地上会产生冲击波，你需要躲这个冲击波呀。包括呢，它钻到地里的时候也是一样。需要注意的就这一点。3关2，这关的难度也是很高了。这种光球的攻击轨迹啊，是一个抛物线，非常恶心。面对这种子弹的时候，许多玩家都是人家扔得准，不如自己接得准，对吧？自己躲着躲着就躲上去了，本来你不动没有事儿，结果你非要动。你让对面动就完事儿了呗，省时省力啊。这个地方有点难，因为对面有2个扔魔法球的敌人，而且呢，咱们在屏幕边缘只能看见他们啊，很难打到。
这种落脚点的台阶也变小了呀，缩水了。3关2的 BOSS， 哦，这回它变长了，1寸长1寸强啊！好像扛打了不少。好的，挂掉了。3关3也是最后一个小关卡了。那后面呢就是飞行，再加上打 BOSS。后面的 BOSS 啊是连战。打完第3关的呢，后面还要打最终 BOSS。这个操作手感我还是要吐槽一下，真的舒服啊！刚刚脚下的这个问号啊，咱们需要一个下跳到下面的平台去打一枪之后马上吃，因为那个平台啊会马上碎掉的。敌人这个机关的动画也非常丝滑呀，这让我想起了小的时候玩恶魔城啊，第一次面对这样钉板的时候不会过呀，后来知道用定时器就可以了，能够把它定住。那个钉板啊，感觉播放动画的时候下来攻击的时候就一卡一卡。这个10的头像比较难，慢慢来，别急。好，小 boss 战，小 boss 战的地方呢都比较明显，它的地图都是对称的，左右对称。哦，这个货没有上一关扛打呀。好的，飞行关。之前我录制过红白机平台的蝙蝠侠，是小丑归来那部吧？那部呢，它就有16位的版本，所以它红白机版本的画面也非常好。这款游戏呢，原理可能差不多，但是我感觉这款游戏的配色呀、画面方面比蝙蝠侠那款要更好一些。这里啊，难度不高，但是一定要小心，别让对面的子弹打到你的脚啊。躲的时候呢，给自己留一点空间，不要感觉极限能躲过去，非常容易击中腿部的。本来进入飞行射击游戏关卡的时候呢，我以为啊，一个按键是普通的射击，另一个按键可能是副武器之类的。后来证明我想多了呀，它就是向左和向右射击，没有新的花样了。好，到第3关的 BOSS 是一个大恶魔呀，弱点啊就是脸部，咱们需要做的呢就是朝他脸上射呀。它攻击方式呢就是从嘴里吐出子弹。另外就是这个冲撞了。好的，打完。其实这个货非常简单啊。之后就是最终 BOSS 战。这里可以看见咱们好像是通关了，但是马上就会发现还有一个最终 BOSS。这个最终 BOSS 出场啊，时间比较长，我中间应该是掐掉了6、7秒的时长。它有几种攻击方式吧，一种呢是落雷，另外一种是吐能量球，还有一种是移动着扔能量球，都是有安全位的啊。弱点就是它的眼睛，所以当场地上出现落脚点的时候，最好呢是踩在上面跳着打，这样比较有效率。那 BOSS 呢还有一种非常狠的攻击方式啊，攻击之前呢它会不动，因为之前都是咱们在动嘛。那你发现它不动了，你就要动了。
好的，就是这种攻击方式啊，需要移动着躲，子弹很快。之后呢就没什么威胁了。好的，红了，那就快炸了。这些 BOSS 战呢 ，BOSS 的血量都不高，打起来呢也比较爽快吧，没有拖泥带水的感觉。通关之后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就是天堂吧？那好吧，这样一款红白机平台的新游《吉姆力量：失落维度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